自从我们凡思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，比较少关注青年的消费群体。Wendy 这一次选用妖精的概念，而且他用狐狸来诠释啊，我觉得特别的有创意，而且听起来就十分的有诱惑力。况且设计的也非常不错，二位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还不错，是。的确不错。是。好，下一位，小嘴。我这次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无根之花，雪花。纯净又复杂，美丽又冷冽，就像现代的都会女性，不依附，不取悦，自有一番天地。Jocelyn， 你这么高冷的首饰，你觉得男人会买了送给女人吗？我们凡思可是一家大公司，婚恋珠宝才是我们的设计主流，我们不会去设计这么高冷的首饰来迎合非主流的小众市场的。周总，现在的都会女性的消费主义是非常……我们先不谈什么自主意识，也不说你设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。这一次公司内部比稿呢，我们是有具体要求的，而且我已经开会传达过了。你为什么不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呢？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想法比公司的要求要好？我明明是根据公司要求来设计的，哪里不对了？小嘴，这次的比稿虽然不限主料、不限配饰，但是要统一选用动物的主题。动物的主题？听到了，动物的主题。你的设计总监都已经这么讲了，证明我传达信息传达得很到位。没关系，先坐下。坐下。有的设计师呢，想法是很好的，不过不是我们需要的。没关系，两位可以开始评分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设计师都把自己的作品全都拿出来了，相信各位都是很用心设计的。当然，有的设计师呢想别具一格、独出心裁地展示自己的作品，未免让人觉得有点急功近利怎么样？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宣布一下，本年度匠心珠宝设计师大赛代表凡思参赛的设计师是 Wendy 何文文，恭喜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亏你在比稿通知会上把周司令支开一小会儿，没让他听到最后的小要求。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啊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说周司令会不会举报我们俩呀？他做事一板一眼的。高洁天真，你也跟着他天真吗？举报要有证据的，没有证据的举报算什么举报？再说，公司是卖我运营总监的面子，还是卖他一个小设计师的面子？这就叫职场规则，懂吗？周迪，你太过分了！就是因为我对你一忍再忍，你才会这样欺压我。我再也不会沉默下去了。请进。
数独机怎么样啊？好啊！哎，那我们都先去占座吧。走，好，吃饭去了。哎，今天可不是发工资的日子啊！你怎么这么大方？我拿下比赛资格之后，我还没请大家吃饭呢。高姐，一块儿吧。哦，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请你吃饭比请领导都难。文文，哎，这份设计稿呢，一会儿修改一下啊。周总，中午我请吃饭，赏个脸呗。哼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你先去，等一下我就来。快点。好。周司令，可以啊，都学会打小报告了。你不知道人事经理是我的球友吧？新人入职的时候呢，不是教过你的吗？要懂职场规则。你连职场规则都不懂，到哪里都做不好的。在东南亚你就骚扰我，故意派我去那个有危险的矿区，破坏职场规则的人是你，我一忍再忍，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选拔机会。可你还要玩手段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我玩什么手段嘛？不服气？不服气可以继续往上告啊！就算你告到居司长那里，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还有，你设计的那个什么雪花，看起来就冷冰冰的，而且里面还透着一股假正经。连你的设计总监都帮你打不了圆场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？就算我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，你能保证拿冠军吗？知不知道吴小慈的女儿也要参加这个比赛？人家可是在海外获过设计大奖的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，先搞清楚，动脑子。我看你真的需要补脑子，多吃点核桃吧，啊！大家都去吃饭，就你不去，这么不合群。思成，你说我的设计是不是真的不够好啊？高姐，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吃饭，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这些啊不要混为一谈。你的口气啊，跟我的外公一模一样。是吗？我有这么老派吗？那是成熟和温暖。算你会聊天。对了，你在东南亚的时候没有吃亏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当时周迪他没有得逞，正好有人帮我解围了。我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人事部去处理比较好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很勇敢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，我怎么会怪你？我只是希望以后周迪要是再对你有什么不轨的行为，你要及时告诉我。啊，对了，前面一个海风书屋一会儿有一个发廊讲座，请的讲师挺有名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去听一下。好啊。